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石老师很忙。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蒙古铁骑凭什么成为欧洲的噩梦？踏遍亚欧大陆，消灭47个国家，征服700多个民族，屠杀至少1亿多人，就连欧洲最强的条顿军团面对它也是不堪一击。所以你要是问我冷兵器时代哪家军队最强，不是十字军，不是大秦虎师，不是斯巴达重装步兵，甚至不是我们上一期讲到的刺客军团，在我心中，蒙古铁骑才是当之无愧的战场之王。被称为世界的征服者成吉思汗，就是凭借着这样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超级大国蒙古帝国。它究竟有多大呢？在蒙古帝国的全盛时期，面积高达3300万平方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啊？其实就是将近占据了当时世界领土的1/4。当然呢，甚至还有学者说超过了4400万平方公里，那就与现在的亚洲面积相当。全盛时期的蒙古帝国包括几乎整个亚洲和大部分的欧洲，因此13世纪也被史学界称为蒙古人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就是靠着蒙古骑兵打下来的天下。大家知道吗？其实所有的军队打仗都要有个 slogan， 就是喊口号的意思，起到振奋士气的作用。比如说秦王朝就是王兴于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意思就是咱家君王要出兵了，我等将士决定与之共进退。晋朝呢是司马家威武，晋军威武，就是说咱们军队厉害，很厉害，超厉害，世界第一厉害。唐朝就比较霸气了，内外诸夷，凡敢称兵者皆斩，大致意思就是你敢惹我，通通杀了。总而言之呢，大部分军队 slogan 听起来要不就是用来表忠心的，要不就是夸赞自己，威慑对手的。那蒙古骑兵的 slogan 是什么呢？乘其骏马，掠其妻子，占其土地。目标细化的那叫一个清晰明了，不给你来虚的。打仗的目的说白了就是抢你马匹，抢你妻子，抢你房子，主打就是一个实用主义。那当时的欧洲各国是怎么遭受蒙古铁骑实用主义暴击的呢？举个可爱的小例子，你是某欧洲小国的一名国王，早晨6点一觉醒来，被臣子报告，有一支神秘又行进快速的军队即将兵临城下。你花了30分钟洗脸刷牙，整顿兵马，打算出门迎敌。刚走到楼下，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大致画面就是蒙古骑兵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骑着你家的马，抢占了你的老婆，顺便还把你家大门给抄了，接着还问你要保护费，交不交？不交，屠城。所以蒙古铁骑在世界历史上确实赫赫有名，但同时呢，也是臭名昭著。他们在征服世界过程当中所奉行的就是2个字：屠杀。每到一处，只要不投降，破城后立即疯狂屠城。公元1217年至1258年，在将近半个世纪中，蒙古大军先后3次西征，横扫欧洲，所到之处片甲不留。据史书记载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团在远征西欧的过程当中，曾创造了1小时就杀死174.8万人的记录。换算一下，平均每分钟死在蒙古铁骑下的近3万人。这个数字已经成为了人类历史上血腥气息最浓的一个吉尼斯纪录。蒙古铁骑不仅屠杀数量惊人，还伴随着恐怖的屠杀手法。下面呢，我来举个并不是非常可爱的小例子。公元1235年，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第2个儿子拜达尔率领蒙古大军第2次西征，在进攻西里西亚王国时，西里西亚呢大致就是如今的波兰一带，这个军队是完全抵抗不了蒙古大军的攻势，于是就开始向捷克求救。当蒙古铁骑在得知西里西亚还有援军的时候，好家伙，可能就是传说当中的遇强则强吧，斗志一下子就烧起来了，不退反进，决定在捷克援军到来之前就将西里西亚王国给灭掉。当时的蒙古铁骑有多少人呢？只有3万人，而西里西亚王国有10万大军。
但没关系啊，以少胜多这种情况，蒙古铁骑已经是见怪不怪了，所以结局依然完胜。胜利之后，蒙古军队就将西里西亚军人们的2只耳朵通通割下，足足装了9个大麻袋。那这些耳朵是干什么用的呢？就在西里西亚王国被攻陷的第2天，捷克5万大军匆匆赶到时，蒙古铁骑依然没有撤退，甚至懒得打扫一下战场，直接派出士兵将这9个麻袋的耳朵运到捷克大军面前，当着所有士兵的面，将这些耳朵通通倒在地上。想想看，如果说你是捷克士兵，当时的内心得慌成什么样啊？所以当捷克大军看到这番场面之后，再也控制不住内心恐怖的情绪了，一点打仗的想法都没了，撒腿就跑，只想回家。正是凭借着这一战，蒙古铁骑的残暴让整个西方闻风丧胆。自此以后，蒙古铁骑成为了欧洲人的噩梦，并且还给它取了个响亮的名字——上帝之鞭。为什么叫上帝之鞭呢？就是欧洲人觉得蒙古军队打他不是因为别的，纯粹就是因为上帝想要拿鞭子惩罚自己。就像你走在路上被别人袭击了，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干啥呢？是不是反抗？但是欧洲各国不这样，他们从此以后但凡被蒙古人打，第一时间就是反省，类似于我上辈子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儿，为什么会被蒙古人给盯上呢？这支强大的军队，短短25年时间所征伐的面积就超过了罗马帝国的500年间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更令人惊讶的是，完成这项任务的蒙古当时仅有100万总人口，组成这支强大军队的人数也仅有10万之多。而他们所面对和战胜的，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让宋朝摇摇欲坠的金国，有着庞大的5000万人口，而南宋呢高达7000万人口，最终依然是被蒙古帝国给灭掉了。那么蒙古铁骑究竟强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速度快。在战争史上，很少有军队像蒙古铁骑那样完美的融合了速度与攻击力。这种融合不仅仅是单纯的移动快速，同时还具有致命的打击能力。打击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骑射。士兵们能够在全速奔跑的马上远距离的精准射击，持续对敌人进行消耗。速度靠的就是蒙古战马。这些马匹耐力惊人，可以在广袤的平原上长时间的奔跑，并且每个蒙古骑士至少配备有3到4匹战马，使得他们可以在战斗当中迅速更换，确保始终保持高速的行军。比如说他们在和俄罗斯的对战期间，像幽灵一样快速移动，一天攻陷一个城市，还没等人家俄罗斯统治者反应过来，第2天又出现在几10公里外的另一个地方，给人的感觉就像他们永远不知疲倦，也不用休息。这种迅速的作战风格，令人联想到2战时的德军闪电战战术。而令人惊叹的是，尽管2战时期的德军每天可以行进80公里，但就在700多年前，蒙古远征军已经能确保每日80到100公里的行军速度了。大家注意了，这里是行军速度，一路打过去的，不是晃悠啊。第2点就是补给强。战争当中最怕的是什么？不怕敌人强大，不怕战场环境恶劣，怕的就是缺少补给。一个普通人一天要是不吃饭就没力气了，何况是要奋力上战场杀敌的士兵。所以我们总能在一些战争片中看到士兵来报说，报告将军，粮草不足。那这个不足呢，是真的很严重，战斗力再强的军队没饭吃，根本是无力作战的。但蒙古骑兵他们没这个困扰，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蒙古人天生狩猎的天赋，走哪儿打哪儿。不仅如此，他们通常随军带着大量的牲畜，包括战马。这些牲畜既是他们的作战伙伴，同时呢，也是他们的食物来源。吃马肉，喝马血，一点不挑食。最后一点，战术灵。蒙古军队的战术运用也是极其灵活的。他们不仅熟练地骑马射箭，擅长长距离的不断打击敌人，消耗对手，还非常擅长制造敌人的混乱。例如，通过假装撤退来激怒敌人。当敌人沉浸在愤怒当中被吸引出来时蒙古骑兵就会利用他们快速的马匹换乘，并用弓箭进行精准射击。
如果说敌人此时此刻选择追击，他们就会引导敌军进入预设好的埋伏圈中，一举包围歼灭。如果选择不追，蒙古铁骑也会毫不犹豫地再次进攻，确保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因此，在冷兵器时代，他们是真正的战争机器，无人能敌。